有没有可能小程跟那个骗子公司是一伙的？他要是敢跟骗子公司合伙骗人，我就亲自送他上刑场。你看，您又着急了。我都说了是假设，我还是相信我弟人品的，他是干不出来那种事儿。你不明白就这意思吗？假设嘛，假设的含义就是，假定、比如、猜想。就你有文化。喂，爸，你可算接电话了啊！爸，你听我解释。我是有重要的事要去办呀。你不用跟我解释，你赶快回家，跟全家人解释清楚。大成，赶快给你媳妇打个电话，让她马上到咱们家来，咱们开一个家庭会议。等小成回来，我让他把所有的事儿跟咱们解释清楚。好。你看过吗？你最近可千万别再回你租的房子里面了啊！现在宋茉莉他们为了拿到 U 盘，都已经穷凶极恶了，防着点啊！放心吧，走了。我开门去啊，爸。好，来了，梅子。爸，梅子来了啊！爸，哎，快坐下，梅子。啊，嫂子，坐。您说吧，爸。跟你们说个事儿，一会儿小程回来，咱们得问清楚，他到底是受骗了，还是和那骗子公司合伙骗人？不是，爸，小程不是那样的人，我刚才就是随口一哥，别解释了，你的话爸明摆着放心上了。他没回来，咱说点别的事儿。咱们这个地段，说是要建大学城和科技城，还要通地铁。这个地段的房子以后肯定涨价，现在要是卖了，咱就赔大发了。我想等个1年半载的，再把房子卖了，哎，把小程的钱还完了，咱们还能多剩点，是不是？所以找你们来的是，我想搞一个家庭集资，你们看看能不能借我点钱，先凑出来个20、30万。你小芬阿姨呀，借了我3万，我呢，我这儿有13万的积蓄，还差个10多万。你看，你们能不能借给我点儿？那我先表个态，我能拿1万5，就这也是我全部家当啊。行，那再加上你给你弟弟入股那2万，就算3万5。梅子，你们呢？爸，我们没有钱，真的。大成啊，他说的是真的。爸，之前我不是也给我弟拿了2万块钱入股吗？我们家现在虽然说不上是一贫如洗，但是真的入不敷出，挺难的。你就是再难，能难得过你弟弟欠这260万吗？你是他亲哥哥呀，都到了这个时候了，可不能打自己的小算盘呐。爸，你可真冤枉我们了。我跟大成工资本来就不高，撞了个老人，这看病住院都需要花钱，我们真的是1分钱也拿不出来了。再说您看啊，这小程欠的是多少？260万，那不是一个小数目。我们没有，就是出去借，能借多少？这根本解决不了问题。那就眼看着他让债主给告了，让他进监狱坐大牢。爸，你也别嫌我说话难听，
我真觉得这个时候小陈就应该去派出所，应该投案，那至少也争取个宽大处理吧。你想想啊，这事跟我们有关系吗？我们几个在这说什么？小陈人呢？他至少有个态度吧？啊？妹子，现在不是说埋怨话的时候，我求你们了，借我点钱，我到时候给你们算利息还不行吗？您可别这么说，我们真的没钱爸。我要有钱，我肯定早就给豆豆买一架钢琴了。豆豆学了3年钢琴，知青练琴，家里什么也没有。他天天跟我说：“妈，我好想要一架钢琴。”我能说什么吧？我说什么？我说我家穷，我买不起。我都觉得我对不起孩子，我真没出息。谁家没个难处啊？我家还有难处的，我跟谁说去？爸，你个小兔崽子，你还知道回来啊？我告诉你，灯不挑不亮，话不说不明。你今天当着大伙儿说清楚，今天咱们是开家庭会议，你到底是受骗上当了，还是跟着骗子公司合伙骗钱？爸，你可以打我，可以骂我，你都可以把我绑起来，但你不能冤枉我合伙骗人钱呀！我冤枉你什么呀？你心里要没鬼，谁能冤枉得了你呀？好，那我就当着全家的面做一个保证，我徐小成对天发誓，我没有合伙骗人钱，我可以发毒誓。你别跟我来这套，你没骗钱，到了派出所你跑什么你呀？我现在手里有骗子很重要的东西，再给我点时间，我肯定能把证据找出来。既然你手里有骗子的东西，你更应该交给警察呀，对不对？你让警察去抓他们多好啊！爸，有些事儿你不懂，你不明白，你就再相信我一次，行吗？不行，你哥哥说的有道理，你没准儿就是跟人家合伙骗钱。我告诉你，爸，我刚才那真的就是假设。你假设的有道理，真有可能啊！你们都不相信我，都怀疑我。我是想赚钱，是想发财，可是我做人也是有底线的呀，我也有良心呐。我要真的像你们说的那样，我至于吃不好睡不香吗？我至于每天像疯子一样找骗子吗？我要真的像你们说的那样，我至于把房子都给退了吗？你把房退了就对了。你以前租房子我就不同意啊，你干什么把自己装得跟老板似的？你有那些钱吗？你呀，到底是受人骗了，还是跟那骗子合伙骗人？我徐小成对天发誓，我要是跟骗子合伙骗钱，我除非被车撞死。哎，儿子，不说那不吉利的话。你是不知道啊，小成啊，爸都急死了。你要是真跟骗子合伙骗人，那你爸这辈子就别活了。爸，话都说开了，您就别担心了。我和梅子就先回去了。啊，是啊，爸，那个豆豆啊，在我爸那儿得去接他了。你们回吧，梅子。啊，钱的事儿，就当我没说。对不起啊，爸。那行，小常，车钥匙给我。那个车停在茶馆那儿，我跟你一块儿去吧。好，那行，爸，那我们就先走。走得慢点啊。爸，别生气了，注意身体啊。爸，您坐下休息会儿吧。主意都给你们出好了。阿文、茉莉，
你们这次又失手了。本来是应该可以得手的，谁想到徐小成居然还有帮手，也怪我和丽姐大意了。我还让阿文把他车牌号拍下来了。喂，心月，拳馆练拳呢。你今天回去和你爸聊得怎么样啊？还能怎么样啊？他从来都不信我。正好 U 盘的密码还是解不开。我累了，我现在需要放松一下。你想怎么放松啊？你把你位置发过来，我马上过来。啊，你是因为他心烦吧？我啊，因为他有了事儿。这地儿不错呀。哎呀，这大美女，这太惊艳了，这。介绍一下，这有好哥们儿大富，拳馆老板。你好，我叫吴新月，是小程的小学同学。哦，那个你好，吴同学，不是那个新月同志。那个嗨，你们聊你们的，你聊你们，我先撤了，不送。来，慢点啊。你这哥们儿挺逗啊。他就那样，看到美女连道都走不动了。那我可以理解为夸我的意思喽。U 盘打不开，在家休息多好，非来这儿干嘛呀？我都在屋里憋了一天了，出来透透气不行啊？我不管啊，你必须得陪我说说话。说什么呀？说说你呗。我有什么好说的？你都被人骗了好几百万，还没好说的？我就是想赚钱想疯了，才让骗子有机可乘。人这一辈子，够吃够穿，有房子住就可以了。你要赚那么多钱做什么用啊？其实我根本就没想赚钱发财，我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证明自己。那你要证明给谁看啊？证明给我爸看。从小，我爸就想让我好好学习，可是我不但没好好学习，还到处跟人打架。小时候，他还是总是打我骂我，现在长大了，他也不说我了，他的眼神里面总是透露着失望，有时候甚至是鄙视。在他眼里，我就是个不上进、没出息的儿子，所以我才想赚很多钱，结果钱没赚着，还搭进去好几百万。我爸现在为了替我还债，都要把房子卖了。所以，我一定要把骗子给逮出来。
哎，徐哥，咱有事说事儿，咱们俩不用这么客套。你以为我领你下馆子？美的你！你不请我下馆子，你来这餐馆干啥呀？你就别10万个为什么了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进去就知道了。啊。德顺，哦，师傅，您过来了啊！这我徒弟德顺，人家开了饭店，哎，自己是大老板。哪里是师傅栽培的好？师傅，我这个怎么称呼？这你得叫二叔，这是我老哥们儿。二叔好。带我们到最大的包间去看看。行，楼上请。芬姨，您来了。小强，你爸爸呢？我爸没在家啊。这么早就去德顺那儿了？我爸去德顺那儿干嘛去？啊，没什么，师傅看看徒弟去吧。芬姨，要不进里面坐一会儿？小程，我又凑了2万块钱，你替我交给你爸，不许推辞。拿着，我就不做了，我先走了啊。芬姨，再见。哎，再见。师傅，这边。您看看，这是我们饭店最大的包间，怎么样？不错，够场面。师傅，这是您让我准备的菜单。不看了，你办事我放心。食材准备好了吗？您放心吧，只多不少。一会儿10几个客人呢，你一定给我伺候好了啊！钱咱们回头再算。提什么钱？啊，师傅，提钱多伤感情啊，算我孝敬您的。那哪行呢？咱们一码归一码。那我就说个成本价吧，一会儿啊，保证服务周到，我再给你打个下手。哎，不用了，这我就够麻烦你了。你是个老板，你忙你的，这10几个人的酒席我应付得过来。徐哥，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今儿啊，请你一起过来，就是一会儿中午的时候，你帮我应付一下场面。你这是请谁呀？这么隆重啊？这不是秃子头上的狮子明摆着吗？钱，我跟顺三爷跟刘大姐都打招呼了，中午12点一准开席。那你不打算卖房子还钱了？房子肯定是要卖的，但是我打听了，现在卖太亏了，所以我想往后延一延。你一会儿啊，得帮我说句好话啊。我帮你说好话是没问题啊，我觉得这事儿悬的。师傅，您怎么回事？欠钱了？不行，从我这儿拿。那太好了，你有多少？10万8万总没有啊？10万8万，200多万呢，你10万8万管啥用啊？哎，有骨头也是肉啊。德顺，师傅先谢谢。别，你有多少？你先借给我，我应急啊！1年之内我一转还你。嗯，行，没问题。太谢谢了。好，我准备菜去。好。那我们先去加油地方最好。这个训练啊，这没关系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提前聊一下，安排一下，这是我的一个建议。考虑就行。要不我先留你的联系方式。是，咱们加个微信。目前存稳了。这样跟我说。喂，小陈，怎么了？喂姐，咱爸去德顺那儿干嘛呀？你说咱爸去德顺干什么？还不是因为你？因为我。咱爸先把卖房的事情往后拖一拖，可你那帮债主只给半个月的还款日期，所以爸搞了个家庭集资，想先凑点钱给债主们还上。他打算在德顺那儿请他们吃顿饭，好言好语劝劝人家，能不能给宽限一些日子。
这不是拖的时间越长，那房子越能卖个高价吗？他爸也真是不容易，还亲自掌勺请他们吃饭。行了，我跟你说了，我这还有事儿，先挂了啊。行。哎呀，师傅，您这家伙是包了浆了吧？啊，一看跟着您没少卖力气。这些家事是我的老伙计了。是。今天这桌菜我得好好做，对，让客人们吃好了，他们脾气顺了，这事情也就顺了。没错，您放心吧，包间我都收拾出来了，桌子上呢摆了花，餐后呢上个果盘，给客人们调点气氛。细心周到，不愧是我徒弟。哎，德顺，你刚才说能借我个10万8万的？哎呀，我这不是正想跟您说这事儿吗？本来说给您拿个10万8万的，我给我媳妇打了个电话，我媳妇说股票套上了，我用钱补了仓，你看我这一时不凑手。你跟我说个实话，是不是你媳妇儿不同意？还是您了解她，你也知道她那抠的呀，挣一个恨不得赚俩，大耙子净往里面搂，想让她拿1分钱比登天还难。刚才在电话里我吵吵半天了。这样吧，师傅，今天所有的花销都包我身上，等以后有了钱凑了手，我给您送家去。哎，别，哎，你也不容易，该怎么算就怎么算。好说，都好说啊，师傅。您别背着包吧，我给您放柜子里头。不用，我一会儿自己放。你忙你，我准备。行啊，那我忙去了啊。您这儿自便啊，好，自便啊。您忙你的。好嘞啊。许多基说呀，这酒席，这是私房菜，他亲自掌勺，准备好几天了。今天呢，咱们也享受一把5星酒店大厨的待遇。怕是这桌酒菜不好下咽呐。我觉得也是。哎呀，不至于，请。既来之则安之，咱们看看许多君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。青山爷，你德高望重，请上座。哎，请。哎，请。各位俊男靓女，蒙面拥抱相亲，希望大家可以发乎情而止乎礼。我们的活动现在开始。爸，我来给你打下手。谁啊？我是你的第31号相亲对象，青青。闹了！哎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我特意过来看看你啊。你这相亲又不是恋？别提了，我就纳了闷了，怎么那么多奇葩呀？你知道为什么我不爱相亲了吧？还是你有先见之明？你这样相亲能遇见靠谱的吗？可我不这么相亲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你也知道我们家发生那么大的事儿，我也没什么能为他们做的，就只有相亲把自己嫁出去这一条路了。那万一我要在相亲碰有钱人，不就省得我爸再卖房子了？可你怎么办呢？你就心甘情愿委屈自己婚姻生活啦？嗨，我无所谓的，我反正嫁谁都是嫁，嫁个有钱人不更好吗？你说是不是？要我说，你还是算了，别相亲了。我再帮你多问问，我
一定帮你找个有钱的。还是青青对我最好。爸，好久没有认真看您炒菜了，真帅呀！哎，爸以前就会做大锅菜，后来为了养活你们3个孩子，去学厨师。学厨师得从颠大勺开始，扎麻布。这大勺里放上铁砂，学了半个月我就学会了。这青菜炒出来要脆，豆腐炒出来要嫩，肉片炒出来要滑。哎，这都是颠大勺的功夫啊！爸，对不起，让您为我受累了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一会儿债主来了，你当着面给人赔个礼。人家就是说那些扎心扎肺的话，你都得听着。好。哦，对了，爸，刚才芬姨来家里了。拿了2万块钱让我给你。你爸这后半辈子能有你小芬阿姨这样知冷知热的女人，我就知足了。老太太，你看，看看，好不好？看，这是活动的架子，然后可以放这边，然后还可以拉回来。怎么样，可以吗？好。哎呀，还是你想的细致啊！哎呀，这样看电视啊就方便多了。可以吗？挺好，挺好。妈，什么事儿那么高兴？张姐回来了。哟，这是什么呀？张姐给这电视上安着铁架子，还是活动着的呢。哦，老太太看电视不得劲儿，我就去电器店安了一个活动架子。这样呢，老太太看电视就不用总是一个姿势，坐累了然后就换个姿势。这样的话，架子也可以来回调方向，老太太就能多看一会儿。谢谢你啊，张姐。你看人张姐想的多细致，你跟青青就没长这么个心眼儿。是啊，张姐，这个架子多少钱呀？没多少钱，这钱算我孝敬老太太的。那哪成啊？一码归一码，这钱我必须给你。也就300块钱，我一会儿微信打给你啊。那好吧，我做饭去了。芬儿啊，快坐这儿，妈问你个事儿啊。妈，什么事儿啊？你和许多金到底怎么打算的？嘿，这桌菜色香味俱佳，老许为了这桌菜啊，他没少费功夫。大伙儿别客气了，赶快动筷子吧。陈天宝，就你话多。今天大家伙能赏光，是给我许多金的面子。我今天给大家伙准备的这桌菜，可是我按照5星级饭店标准原样做的，请大家品尝品尝。请大伙动筷吧，咱们就吃吧，好不好？吃吧。德金呐，这菜可没吃，这钱是不是到了半个月期限你就不还了？就是啊，你要是食言，我们立马报警。看你们说的，
我许多金不是那样的人啊。咱们先吃先喝，好不好？吃饱了喝足了，咱们再说钱的事儿。哎，德顺啊，快上酒啊！来，各位叔叔婶子，今天来的都是我师傅的老街坊、老同事，真是高朋满座，特备好酒以示敬意，请大家吃好喝好。恭敬不如从命，咱们大伙儿就先吃喝，好不好？倒酒。他愿意跟我结婚的，那天说那话呀是逗着玩的。哎呀，逗着玩哪行啊？婚姻大事可不是儿戏。可是我那天看他那个表态呀，不像是逗着玩。他逗我老太太没关系，他可别逗你玩啊。那你告诉我，你们什么时候能把婚期定了？妈，您就那么着急把我嫁出去啊？哎，我当然着急啦。许多金各方面条件还是蛮不错的，人也厚道。再说了，妈都土埋半截了，我临死前我怎么也得看着你后半辈子有个好的着落啊。妈，您别死啊死啊的，您能活100岁。活100岁，我还不把你跟青青给拖累死啊！这么着吧，你还是把许多金叫来啊，当着我的面你们俩把婚期定了。就不用让他再跑一趟了吧？我跟他定好日子，再告诉您，行了吧？哎，可得抓紧了办啊，夜长梦多啊。哇，酸了好的，好的，啊，都是一个厂子的，以前都住一个宿舍楼。自从我搬出了咱们厂这个宿舍楼啊，咱们大家伙啊就从来没聚得这么齐过，还从来没这么热闹过。你是咱们市里头有名的大厨师啊，咱们这些人高攀不起哟。对呀，多金呐，是5星级大厨，挣的钱呐，海了去了。我真没挣那么多钱，所以啊，小程欠咱们的钱，猛一听200多万，挺吓人的。可是对许多金来讲是9牛1毛啊！哎呀，是啊。世子爷，你这是高抬我了，你把我抬到空中，这一下摔下来，我摔下来，你们听个响都没事。那我这人要摔个大马趴就爬不起来了。怎么着，多金？你是不想还债了？我没说不打算还。我现在就给大伙儿上最后一道压轴菜。菜就别上了，咱们都吃饱喝足了。对。现在是不是该谈这什么时候还钱呢？小程啊，哎爸，来上压轴菜。叔叔阿姨们，对不起，我一时糊涂，给骗子给骗了。我在这儿先给大家赔个不是。不是多金啊，你们夫妇俩这是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这是我给大伙儿上的最后一道压轴菜。我今天啊，把大家伙儿请来，第一呢，是让我这小儿子给你们赔个礼。你们想打他，想骂他，想出气，怎么都行。第二呢，想跟大家伙啊交心。咱们过去都是一个厂的，住在一个宿舍楼，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呐。所以我希望啊，大家能够给我点时间，等我把房子卖了啊。我知道大伙挣这点钱不容易，
手头都不太够。为了表示我的诚意，我把家里仅有的20万零5千全都拿来，啊！我算了一下，咱们每个人啊能拿1万来块钱，剩下的钱呢，等我把房子卖了，我一准还给大家。你们看行不行？多金呐，不是我们逼你，实在是各家有各家的难处。我们也知道，这小程呢也是受了骗，可我们投资的钱也是所谓的一口一口的省出来的呀。是啊，哎呀，刚才你这掏心掏肺的这么一说，这让我们大家为难了，是吧？多金啊，可怜天下父母心呐，都是为了孩子。看在咱们过去多年的老同事、老邻居的份上，那就再宽限你几天。谢谢，大伙儿看行吗？这个，你说了算了。多金啊，你一卖了房子，立马还给我们的钱，这期间的利息可是还是要算的啊。你放心，谢谢呀。你们的陈述我都听明白了，当时是在送医之后才报的警，也没有做好现场的维护，更没有拍照留证。现在过去这么久了，我们交警部门对于后续的事故判定上无法明确双方的责任，所以很遗憾，这个证明我们出不了。那个不是交警同志啊，我们没有什么经验，您看能不能给我们想想别的办法呀？哦，对了，那两兄弟啊讹我们钱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们当时为什么不去公安部门报警呢？是这样的，同志，因为我弟也把人家给打了，所以什么呀？所以什么啊？这里是交警队，处理的是交通事故，别说那些没用的。不是。来之前不是你让我多说几句吗？怎么又不让说了呢？说什么？说要说在重点上。谁跟你讲打人了？打什么人了？谁打人了？两位就别吵了。总之，这个事故证明我们真的出不了。出不了证明是吧？是。出不了拉倒。哎，梅子，不好意思啊，交警同志，我还是脾气不良。梅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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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梅子。这说着说着怎么还急了呢？那跟警察同志你还这个态度，这人家地盘。我为什么急你不知道吗？徐大成，你说话能不能过一过脑子，多说一些跟我们有利的话？你说来这儿是讲撞车的事儿啊，是讲讹我们的事儿，你说什么打人呢？你缺心眼吧你？那我也是实事求是啊，我又没胡说。再说你，那行，知道了啊，别生气了，气打伤身啊。伤身我不怕，现在是伤钱。哎，行，算我倒霉，我同意私了。不过私了的钱他俩说的不算，让警察来定。行，听你的啊。能解决就行。行，走吧。你以后出来少说话啊。行，我当哑巴啊。大恩不言谢啊，那这一切都在酒里呢。我敬大家伙一杯。啊，我喝3杯。哎呀，对不起大家，堵车太堵了。哎，来，我自罚1杯。哎呀，亲家啊，多这样，我拿2万块钱给你应急，你把钱给他们，把他们打发了啊！哎，这就是啊，什么叫打发？你拿我们当要饭的呢？不，哎，方大处长，你是怎么准备打发我们啊？大伙儿别生气，我这亲家开玩笑呢，他开个玩笑。是，玩笑。哎呀，
我的用词啊不够严谨，我做个自我批评。我的意思是说呀，广种福地，留余部，善耕心地好丰收。这人一生一世啊，心里要善啊，要多做好事儿，这样的话才有个好结果。这意思，善良了，嘿，这不拐着弯来骂人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俗话说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我是旁观者，我劝大家伙几句。多金呢是我的亲家，他老实本分，诚信为本。你们放心，这个钱呀一定还给你们，只是不要催得太紧。哎，你就别说了，我跟大伙儿都商量好了。哎，我不说，你请我来干嘛呀？我给大家说说这个理儿。那我们就洗耳恭听。